直到目睹村里所有女人孩子都被海寇凌辱惨死后，男人们这才终于相信我说的海寇登岛抢劫是真的。看着遍地散碎的尸体，血气方刚的男人们全都疯了。队长，你不是说嫂子争风吃醋，故意撒谎，让我们专心护着你和温情过生日吗？现在我儿子怎么会死？我媳妇怎么没了？陆征脸色煞白，我看着满地的血腥，眼泪落了下来。上一世海寇偷袭时，身为警卫队队长的丈夫带着所有男人出海去给白月光过生日。怀孕的我从排污渠爬出去找到了他，把所有男人都拉回来救了岛民们。可他的白月光却被漏网的海寇抓住，凌辱惨死。丈夫干掉了海寇后，一句话都没有说，直到在我生下孩子的当天，他打断我的腿，划开我的肚子，把我丢进了深海里，任由鱼虾吃掉我的内脏。是你为了争风吃醋，引来海寇，害死了他。既然你这么喜欢跟他争宠，那我就让你连死法都跟他一样。在睁眼回到海寇进攻那一天，这一次他想要保护白月光，那就随他去吧。从身后看着那正在开着冲锋艇逼近岸边的海寇们，我浑身打了个冷战，毫不犹豫地拉响了警报。警笛的预警声迅速传遍了整座岛屿。可是岛上唯一能容纳所有女人孩子撤离的远洋船却不见了。清河踉跄着扑到了我的跟前，带着哭腔对我说：婉婉，海寇开始进攻了，可男人们都去哪儿了？远洋船也没有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呀？没等我回答，其他的女人和孩子们也都围了过来，一双双无助惶恐的眼神落在我身上。作为唯一的知情人，我不得不告诉他们，陆征带走了所有男人和军备武器，开着远洋船去远海海域给温情过生日去了。林母骂骂咧咧的怒斥：温情那个狐狸精，我早就说过她不是好东西，整天装柔弱勾引男人，现在好了，她是不是想害死所有人？她的崩溃像按下某个开关，女人们瞬间炸开了锅，都在大骂温情不要脸，勾引走了这么多男人。说话间，海寇的冲锋艇靠近了岸边，大家变得更加慌乱。我努力地控制着局面，告诉大家不要慌，所有人都去岸堡躲避。我们居住的岛屿远离大陆，时常面临海寇的袭击。为了自保，我们建立了抵御海寇的岸堡。狭小的岸堡里挤满了妇女儿童，听着海寇在岛上搜寻女人的淫笑声，恐慌的情绪在每个人的心里蔓延。想要救下所有人，就只能冒险从连同岸堡的排污渠爬出去，骑摩托艇去搬救兵。林母一把拉住了我的手，急切地说：婉婉，你会开船，你爬出去找陆征，让他带着男人们回来救大家。我苦涩一笑，一脸为难地说：只怕我去了，陆征也不会跟我回来。这话一出，所有人都沉默了。自从温情3个月前被陆征救回岛上后，陆征整个人几乎粘在了他身上，打着照顾的名义，陆征每天与他形影不离，一起外出钓鱼，一起训练，就连岛上的居民们也都在私下说他跟温情才像是两口子。可面对大家的调侃，陆征非但没有避嫌，反而与他表现得更加亲密了。为此，我跟陆征争吵过无数次，大声地质问他到底谁是他老，但他依然无动于衷，反而责备是我小心眼，争风吃醋。我们之间的感情早已随着温情的到来烟消云散。就在大家都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小姑子主动站了出来：让我去吧，警卫队的人我也都认识，更何况嫂子还怀着孕，万一出点什么事，我也没办法向我哥交代。说着，他就迫不及待地跳进了排污渠，顺着潮湿肮脏的管道爬到了外面。我们瑟缩在岸堡里，都在心里祈祷着，千万不要被发现。可还是被眼尖的海寇发现了岸堡的入口。这里有个防护铁门，我打赌女人肯定都藏在里面。我就知道这么大的一个岛，怎么可能会连一个女人都没有？我在海上漂了大半年了，做梦都馋女人，这次一定要好好爽爽。一想到里面藏着的女人，海寇开始疯狂地打砸起了防护铁门。听着哐哐的砸门声，女人们顿时吓得脸色苍白，心里都害怕极了，只能祈祷男人们快些杀回来救命。约莫半小时后，小姑子带着一身脏兮兮的污渍又从排污渠爬了上来。见她回来，大家立刻欢呼了起来，都以为她把男人们带回来了，却不料小姑子委屈巴巴地抹起了眼泪。对不起，他们不愿意跟我回来。林母着急地追问他们为什么不回来，这里面可都是他们的老婆孩子呀。这下小姑子哭得更厉害了，她咬着嘴唇道：我哥说我骗人，说海寇不可能突然攻击咱们雨礁岛的。我哥还说我联合嫂子一起骗他，还打了我一巴掌。看着小姑子脸上的巴掌印，大家纷纷指责温情是个狐狸精，也骂陆征擅离职守，竟然为了一个女人弃所有人的安危于不顾。就在这时，轰的一声巨响，海寇开始动用起了爆破弹，岸堡的防护铁门最多只能再坚持1小时。我安抚着女人们，告诉他们这里距离最近的皮岛只有20分钟的路程，我可以去他们那里搬救兵。林母拽住我的胳膊，她满是老茧的手心里全是冷汗。婉婉，所有女人和孩子的安危全靠你了，你可一定要把救兵带回来。我点了点头，挺着孕肚，忍着难闻的恶臭，艰难地从排污渠爬到了地面上，骑上备用摩托艇，朝着最近的皮岛冲去。当我的摩托艇冲到青屿岛滩涂的时候，却发现早有几个扛枪的男人等在这里。看清楚来人，我眼前一亮，他是我们警卫队的副队长陈峰。他不是被陆征带去出海了吗？为什么会在这里？顾不上思考这些了，我踉跄着靠近他，刚准备告诉他海寇偷袭的情况时，他却忽然抓住了我的胳膊，把我从船上拽了下来，看着我的眼神透着厌恶。林月，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么恶心的女人？我迷茫地看着他，不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。队长特地让我在这里等着你，说你为了争风吃醋，串通小姑子，会到别人岛上去散播海寇袭击咱们渔村的谣言，就是为了搅黄温情的生日仪式。听着陈峰的话，我气得浑身发抖。陆征的心好狠啊！为了阻止我去喊他，他竟然派人拦在了我去搬救兵的必经之路上。我急切地告诉陈峰，海寇已经开始进攻雨礁岛了，我
不是来散播谣言的，我是来搬救兵的。如果1个小时内找不到救兵打退海寇的话，所有人就都完了。或许是看到我过于严肃的表情，他眼里闪过片刻迟疑，毕竟他的老婆孩子还有妈妈也都留守在岛上里。陈峰正要用通讯对讲机联系陆征的时候，一个队员在他耳边说道：如果真有海寇偷袭这种事的话，队长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他的脸上带着近乎虔诚的信任。陆征当过兵，有着出色的战场嗅觉和组织能力，率领着岛民们打退了几10次海寇的进攻。沉默了不到1秒钟，很快陈峰就大笑出声：林月，你可真会演戏，差一点我就要相信你了。队长是什么人我最清楚不过，他责任心那么强，又是警卫队的老大，怎么会连这点警戒意识都没有？面对他的嘲讽，我心如刀绞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时间浪费的越多，女人们就会越危险。当我不管不顾的准备往岛上冲去时，下一秒陈峰抢先一步按住了我，又拿出束缚绳将我绑住。有我在，你今天哪都别想去。陈峰冷着脸把我捆结实后，直接扔进了冲锋艇。坐在乘风破浪的冲锋艇上，看着近在咫尺却又越来越远的皮岛，我绝望地闭上眼睛。飘在远海海域的远洋船上，男人们围在甲板上，点起了庆典篝火，为温情唱着生日歌。他穿着盛大的礼裙，在歌声中与陆征翩翩起舞。看着前世这个为了白月光将我分尸抛弃的男人，一股怨毒的野火在我心底蔓延。海寇已经快把暗堡的防护铁门攻破了，他居然还在陪白月光醉生梦死的跳舞。察觉到了我的到来，两人停止了跳舞动作。温情主动走到了我的跟前，茶里茶气地说道：婉婉姐姐，都是我的错。如果今天不是我过生日的话，你也就不用到处散播海寇的谣言了。说话的时候，温情一直靠在陆征胸前，与我对视时，他嘴角勾起一抹难以察觉的弧度。陆征爱抚地摸了摸他的脑袋，再用厌恶的目光扫视我一眼。小宝贝，你有什么错？你只是单纯率真而已。是他这种人太爱吃飞醋了，为了争夺我的宠爱，甚至不惜拿所有人的生命开玩笑。我心里惦念着岛民的安危，没有心情理会他们冷言冷语的嘲讽。我深呼吸一口气，调整好情绪后，面色沉重地告诉他，与礁岛的防护铁门坚持不了多久。如果暗堡被海寇攻破的话，所有人的老婆孩子都会海寇抢走凌辱的。可是我的警告迎来的却是他势大力沉的一巴掌。林月，我告诉你，你越是这样，我就越是讨厌你。我挣扎着，可不管如何努力，始终无法挣脱。我急得快哭了。他不肯回去就算了，为什么还要阻拦我去其他岛屿搬救兵？再晚就真的来不及了。我苦苦的恳求他，可陆征非但不肯给我解开束缚绳，反而冷漠地说要把我捆一晚上，用来惩罚我撒谎。说罢，他搂着温情的细腰，又一次回到了庆典篝火前，在众人的歌声中翩翩起舞。我流着泪，心如死灰地看着他们错过这最后的救命时间。完了，什么都完了。温情的生日派对一直持续到了凌晨，众人这才恋恋不舍地结束了庆祝，重新启动远洋船朝着码头驶去。路上他们还有说有笑，可当远洋船停靠在码头的时候，映入他们眼帘的却只有一片垮塌的废墟和遍地衣衫不整的尸骸。整个岛上寂静的可怕，暗堡的空气中散发着浓重的腐臭味里和血腥味。我站在门口，手指死死抠着门框，泪如雨下。这个本该挤满老弱妇孺的避难所，现在只剩下了断肢残壁。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陆征和温情的欢歌笑语犹在耳畔，此刻却成了刺穿他们的利刃。我站在这片废墟之上，我失去泪水，眼底只剩冰封的恨意，该清算就账了。陈峰的鞋子踩进了一滩尚未凝固的血水里，那血泊里沉着银质顶针，银质顶针平躺在那。他一眼认出来了，这是自己母亲缝衣服总用的那枚。怎么会这样？他声音抖得不成调，弯腰去捡染血的顶针时，膝盖重重砸在地上。他跪在地上嚎啕痛哭。一个年轻队员突然跪倒在地，颤抖着捡起一只小小的发卡，那是他妹妹每天都要别在刘海上的碎花发卡。他攥着发卡抵在额头，肩膀剧烈抖动，拼命扇自己耳光。哥不该丢下你，哥不该丢下你。悔恨像瘟一般蔓延，有人用拳头砸墙，有人瘫坐在地上，眼神空洞地念叨着亲人的名字，还有几个抱在一起痛哭，泪水混着脸上的血污，在惨白的灯光下格外刺目。我靠着墙慢慢滑坐在地上，胸口疼得几乎无法呼吸，一滴温热落在手背上，我这才发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。看着眼前的惨状，温情哽咽着，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，仿佛悲痛的说不下去。海寇怎么会在今天进攻雨礁岛呢？难道海寇也知道我过生日吗？他轻声补充道，声音刚好能让所有人听见。这句话像一滴冷水溅进滚油。陆征猛地抬头，眼神凶狠地刺向我，像是在逼问我。你早就知道海寇会来，对吗？故意选在今天，就为了争风吃醋。从温情来的第一天，你就处处针对他，现在为了陷害他，不惜搭上所有人的生命。我看着他扭曲的面容，突然觉得无比荒谬。他为了维护温情，竟然把海寇偷袭的责任扣在了我的头上。一记耳光狠狠扇在我脸上，火辣辣的疼瞬间炸开。我踉跄着撞上身后的铁皮柜，嘴里泛起铁锈味。陈峰揪住我的衣领，目眦欲裂。是不是你这个贱人把海寇引来害死所有人的，就为了报复队长？我摇头，眼泪模糊了视线。他猛地把我灌在地上，膝盖压住我的腹部，后脑勺重重磕在水泥地上，我疼得眼前发黑。有人看不下去，跑过来拦他。林月是什么人你不清楚？他给咱们孩子补过多少课？上次海寇来的时候，是谁背着伤员跑了3里地？你们不懂，海寇就是他引进来的，不然为什么只有他没事？陈峰的声音开始发抖。我妈、我老婆还有我的孩子，你怎么下得去手？更多人愿意相信他的话，周围的人群渐渐围拢，
一双双通红的眼睛里全是恨意。他们朝我越走越近，我下意识地往后退缩，护住小腹。就在我以为自己要死在这里时，陆征穿过人群，再次走到我的面前。陆征的身影从人群后方走来，警备队员们自动为他分开一条路。他穿着笔挺的新衣服，连靴子都擦得锃亮，与周围浑身血污的人们形成鲜明对比。我蜷缩在墙角，手指无意识地绞紧衣板，指节因用力而发白。腹中的孩子似乎感受到危险，轻轻踢了我一下。陆征在我面前蹲下，伸手拂开我凌乱的额发。婉婉，他叹息般唤着我的小名，指腹擦过我红肿的脸颊。疼不疼？温热的呼吸拂过耳垂，说出的却是淬了毒的话。虽然你是我的老婆，可你害死了所有人，我不能留你了。他是来亲自给我定罪的，只要我被扣上吸引海寇害死所有人老婆的罪名，我就会被光明正大的处死。这样一来，就不会再有人觉得是他带走所有男人，导致岛上防守力量空虚的责任了。陆征的靴子狠狠踹向我腹部时，我听见了生命碎裂的声音。我蜷缩在地上，指甲抠进水泥地缝里，温热的血液从腿间涌出，在灰白的地面上蜿蜒成刺目的小溪。我颤抖着摸向小腹，那里原本微微隆起的位置，现在只剩下一片可怕的平坦。5个月的生命，17次胎动，那些深夜里对着超声波照片自言自语的日子，全在这一脚之下化为血水。温情还在旁边添油加醋。江姐姐，你太过分了。我虽然和陈哥哥接触的多了一些，但陈哥心里最重要的始终是你啊！你不该用这种残忍的方式来开玩笑呀。他眨眨眼，一滴恰到好处的泪水滑落。就在陆征抬手示意警备队处理我时，住手！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，众人扭头看去，小姑子陆瑶带着一大群孩子走了过来。通过小雨的口中得知，为了保护新生力量，林母与所有女人们选择了跟海寇拼命，用自己的生命为小雨和孩子们杀出了一条通往希望的血路。激动的男人们纷纷冲了过去，纷纷抱住了自己的孩子。孩子虽然保住了，可是那些死去的母亲和奶奶们却再也回不来了。陆征脸色煞白，嘴唇颤抖着，却说不出话。我们没死。陆瑶转向所有警备队员，指着哥哥，眼神中透着恨意。如果你没有把所有男人带走的话，怎么会有今天的惨剧？是你和温情害死了所有人。队长，你不是说嫂子争风吃醋，故意撒谎，让我们专心护着你和温情过生日吗？现在我妈怎么会死？我媳妇怎么没了？陈峰瞪着血红色的眼睛盯着他，失去亲人的男人们愤怒地朝他一步步逼近。陆征脸色煞白，我看着满地的血腥，眼泪落了下来。我重生了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，却没有挽救所有人的生命。愤怒的男人们朝着陆征和温情一拥而上，他们的惨叫声一浪高过一浪，不绝于耳。这场景本该让我痛快，可我的心里却感到难过和悲凉。下一秒，我沉沉地昏死了过去。在睁开眼睛时，刺鼻的消毒水味钻进鼻腔。窗外偶尔传来建筑物坍塌的轰响，扬起漫天尘土。我靠在摇摇欲坠的病床上，听着铁架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呀声，腹部的伤口隐隐作痛，杀不下平坦的触感提醒着我那个永远失去的小生命。陈峰直挺挺地跪着，额头抵在冰冷的泥土地面上。听到动静，他猛地抬头，那张曾经凶神恶煞的脸此刻涕泪横流。他重重一个响头磕在地上。我陈峰不是人，我对不起你。嫂子，你脸色好白。小雨的手在我眼前晃了晃，把身上的破棉衣搭在我的身上。我回过神，发现自己的指甲已经深深陷进掌心。窗外带着湿气的海风卷着铁锈味灌进来，和记忆中产房的血腥气诡异的重合。陈峰还在不停地认错。行了，我虚弱的抬手制止。你也是为了大家好。话音未落，陆瑶一巴掌拍在陈峰后脑勺上。现在知道认错了，当时打嫂子的时候不是挺能耐吗？陈峰不躲不闪，突然抓住我的手往自己脸上抽，他的颧骨硌得我指节生疼，滚烫的液体顺着我们交握的指缝往下淌，不知是他的泪还是我掌心的血。我该死，我眼瞎，够了。我知道那孩子变成一滩血红的痕迹会是他心里一辈子的伤疤，但我也正在失去孩子的痛苦之中。此时此刻，我说不出更多安慰的话。陈峰，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我酝酿良久才开口道。我要陆征和温情不得好死。他抬起头，用红透的眼睛看着我，坚定地点了点头。我同意。陆瑶第一个跳起来，这种狼心狗肺的畜生也配当队长？大家怎么放心把自身安全交给他？陈峰沉默地起身，掏出一把染血的军用匕首，那是陆征送他的生日礼物。他把刀用靴子踩断。这件事包在我身上。那天男人们并没有杀害陆征和温情，把他们打成重伤之后又给关押了起来。就算没有我的吩咐，他们也要用最残忍的手段虐杀他们两个。陈峰带人捆绑着狼狈不堪的两人，把他们俩送到了关押着各种猛兽的池子里。陈峰、林月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曾经救过你们的命，如果不是我的话，早在海寇第一次偷袭的那一刻，你们就都死了。我是你们的救命恩人。陆征疯狂嘶吼着，他不想死，试图用救命之恩裹挟大家放他一马。温情也泪光连连地哭嚎着。婉婉姐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跟你抢男人，我把陆征还给你，你饶了我好不好？我不想死，呜呜呜。
你不想死，难道其他人就想死吗？听着两人的求饶，我的表情依然冷若寒霜，没有丝毫动容。见无人帮他说话，陆征脸上闪过一丝狼狈，但很快又变成狰狞。他把希望寄托在了妹妹身上。陆瑶，我是你亲哥，爸爸临死前怎么说的？让你听我的。你现在胳膊肘往外拐是吗？听你的。陆瑶突然笑了，从战术背包里掏出个东西砸在他脸上，那是母亲留下的复古怀表，玻璃表盖里嵌着张泛黄的嘱托字条：小雨，学你嫂子，别学你哥。陆征像被烫到般后退，人群渐渐围拢，曾经最拥护陆征的老队员们，此刻眼里全是冰冷的失望。什么叫胳膊肘往外拐？嫂子为我们付出这么多，你都不知道是吧？陆瑶声音发抖。那你总该记得，上个月海寇来袭，是嫂子挺着肚子带人死守南门，而你的温情呢？她每到这个时候都会生病，缩到最安全的地方不出来。他将染血的录像手机狠狠砸向陆征，屏幕在撞击中裂开蛛网般的纹路，却依然清晰播放着监控画面。深夜的临时医疗点，我伏在桌上睡着，手边是熬到凌晨配好的解毒药剂。暴雨天，我独自加固东区摇摇欲坠的围墙，浑身淋得透湿。食物短缺时，我偷偷把自己的食物塞进孤童的背包。陆征脸色煞白，嘴唇颤抖着，却说不出话。没有人理会他们的求饶，直接把他俩关进了笼子里。见到活人的猛兽迅速爆发了惊人的活力，朝着他们俩冲来。温情尖叫着，可又无能为力。被老虎扑倒后，刺鼻的腐液溅在陆征脸上。陆征脸色一变，他想逃走，可是又有一只野狼冲了过来，咬住了他的小腿。他的皮肤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灰败。救我！看在孩子份上。陆征跪着爬向我，眼球已经浑浊。我扣在扳机上的手指微微发抖，恍惚间又看见上一世产房内野。他在一片混乱中让我偿命的狰狞模样。陆征跪在地上，小腿已经被撕扯得露出白骨。陆征浑浊的眼球猛地瞪大，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声响。他挣扎着爬向我，残缺的手指在地上拖出长长的血痕。婉婉救我！我的枪口随着他的爬行微微下移，枪响震落屋顶铁锈。陆征眉心多了个血洞，最后凝固的表情竟是解脱。温情甚至都没有等到我开枪，那只野狼已经咬穿了他的颈动脉。他精心打理的卷发被血浸透，珍珠耳饰滚落在我脚边。等他们两个都被野兽杀死后，不解恨的男人们冲进军备仓库，枪声如暴雨倾泻，把所有的子弹全部倾泻到了他们的尸体里。他染着单扣的手指还死死抓着陆征的胳膊，指甲深深掐进他被打烂的皮肉里。陈峰踢开温情扭曲的尸体，珍珠耳饰递到我面前。你亲自点火吗？我接过油桶，冰凉的触感让我想起产房内夜陆征拖我时走廊地砖的温度。烈焰腾空的刹那，热浪掀飞了角落里的不知玩偶，那是我偷偷用旧军衣缝的，准备等孩子出生时当礼物。现在它燃烧的样子，像极了那个没能长大的小生命。火势渐猛，热浪扭曲了空气，我站在焚尸现场，却感觉不到暖意。原来复仇不是甜蜜的果实，而是滚烫的灰烬，灼伤了喉咙，哽住了所有未出口的痛骂与质问。远处传来新入队员的啜泣声，他们不会明白，这场大火烧掉的不只是两具肮脏的躯体，还有一个妻子对丈夫的全部信仰，一个母亲对孩子未来的所有期待。当朝阳的第一缕金光刺破乌云时，我站在重建的瞭望塔上，俯瞰焕然一新的码头。远处，新组建的儿童合唱团开始排练，稚嫩的歌声飘荡在晨光中。失去亲人的悲伤虽未散去，但希望已经破土而出。火焰渐渐熄灭，灰烬在晨风中打着旋儿升起，如同无数黑色的蝴蝶飞向海面。我站在废墟边缘，看着那一滩焦黑的痕迹，心中竟是一片空茫。陈峰默默走到我身边，低声说：“嫂子，岛民们在中央广场集合了，说要商量重建的事情。”我点点头，转身时腿脚一软，差点摔倒。陈峰眼疾手快地扶住我，却又像被烫到般迅速松开手，脸上满是愧疚。对不起，都过去了。我轻声打断他：“带路吧。”中央广场曾是雨郊岛最热闹的地方，每逢节日，这里会点亮彩灯，摆起长桌宴。如今却只剩下断壁残垣和烧焦的木梁。岛民们聚集在唯一还算完整的石台周围，大约70-80人，其中大多数是男人，只有零星几个幸存的女性和孩童。我走到石台前，所有人都看向我，那些目光复杂难辨，有感激，有同情，也有审视和怀疑。陆瑶率先站出来：“各位，今天的惨剧大家都看到了，我们需要一个新的领导者，一个真正把岛民安危放在第一位的人。我推举林月嫂子。”人群中响起窃窃私语，一个中年男人站了出来，是岛上的老渔民周叔。他清了清嗓子：“林月确实救了孩子们，我们都感激，但她毕竟是女人，而且刚刚……”他顿了顿，没有说完，但所有人都知道他的意思。刚刚失去了孩子，情绪不稳定。女人怎么了？林母的妹妹，仅存的几位年长女性之一，林姨反驳道：“这次要不是林月，连这几个孩子都保不住。那些男人呢？陆征呢？他们倒是男人，
带着全岛的力量去给狐狸精过生日。人群中传来低声附和。陈峰突然大声说：“我支持林月，要不是我糊涂，听从陆征的命令拦住了他，也许……”他的声音哽咽了，说不下去。一个年轻队员红着眼睛举手：“我也支持。我妈死前还念叨着让林月嫂子快跑。”支持的声音渐渐多了起来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走上石台，海风吹起我散乱的头发，腹部的伤口隐隐作痛，但我挺直了几倍。我不求当什么领导者，我的声音不大，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。我只想守护还活着的人。如果大家信任我，我愿意负责重建的统筹工作。但我们真正的领导者应该是每一个人。人群安静下来，等待我继续说。首先，我们需要清点幸存人数和物资，统计伤亡。其次，加强岛上的防御，海寇可能还会再来。第三，重建住所，特别是要为孩子们提供安全的庇护所。最后，我顿了顿，我们需要为逝者举行一场体面的葬礼。我的提议务实而具体，没有激昂的口号，只有必须完成的任务。这似乎让不安的人群找到了方向。那就先按林月说的办，我们需要分组行动。我负责防御工事。陈峰立刻说：“我和几个姐妹照顾伤员和孩子。”林姨道：“我懂建筑，可以带人修复房屋。”一个叫老吴的木匠举手，分工很快确定下来。与礁岛的居民本就习惯于互帮互助，在灾难面前，这种本能被重新唤醒。散会后，路遥走到我身边，递给我一件干净的外套。嫂子，你得先休息，脸色太差了。我确实感到头晕目眩，失血过多加上情绪大起大落，身体已经接近极限。但我摇摇头，先去看看伤员，特别是孩子们。临时医疗点设在相对完好的仓库里，10几个孩子挤在几张简陋的床铺上，大多身上带伤，眼中还残留着惊恐。小雨正在给一个男孩的手臂换药，动作笨拙却认真。看到我进来，孩子们都安静下来，一双双眼睛盯着我。婉婉阿姨，一个梳着羊角辫的小女孩轻声叫道，她叫小梅，今年6岁，父母都在这次袭击中丧生。我走到她床边，摸了摸她的头，疼吗？小梅摇摇头，又点点头，眼泪啪嗒啪嗒掉下来。我想妈妈。我的心脏一阵抽痛，环顾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，我仿佛看到了上一世我的孩子。如果他能出生，大概也会在这样的灾难中艰难求生。以后阿姨们就是你们的妈妈。我柔声说，我们都会照顾你们的。林姨在一旁抹眼泪，作孽啊，这么小的孩子。食物和药品还够吗？我问。省着点，能用1周。林姨叹气，关键是药品，特别是消炎药和止痛药，快用完了。我想了想，皮岛那边可能有储备，等防御工事有点样子了，我过去一趟。你这样子怎么能出海？路遥急道，等过几天，伤口好点再说。我安抚他，心里却明白，时间不等人。接下来的3天，与礁岛以惊人的速度开始复苏。男人们白天修复围墙和瞭望塔，晚上轮流守夜；女人们照顾伤员，整理还能使用的物资，并开始清理废墟中的可用材料。孩子们也没闲着，大一点的帮忙搬运小件物品，小一点的则被集中照看，尽量减少他们的心理创伤。我每天拖着虚弱的身体在各个工作点之间巡视协调，腹部的伤口愈合得很慢，每次走动都会带来刺痛，但我强迫自己坚持下去。每当夜深人静时，我会一个人走到海边，望着漆黑的海面，想起那个未能出世的孩子，想起上一世的绝望，也想起这一世仍然无法挽救的所有生命。第4天傍晚，陈峰找到我，表情严肃，嫂子，瞭望塔刚刚发现可疑船只，在5海里外徘徊。我心里一紧，海寇？不像。陈峰摇头，船不大，而且似乎没有接近的意思，就在那里兜圈子。加强警戒，但先不要惊动大家。我思索着，如果是探路的，我们反应过激反而暴露实力。陈峰点头离去。我登上修复了一半的瞭望塔，用望远镜望向海面，果然一艘中等大小的渔船在远处游弋，船身上有模糊的标识，看不清楚。需要派人去查看吗？路遥不知何时来到我身边，太危险了。我放下望远镜，如果是海寇的陷阱呢？我们沉默地观察了半小时，那艘船突然调转方向，朝远海驶去，消失在海平面下。走了？路遥疑惑，也许是路过的渔船。我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却隐隐不安。深夜，我躺在临时住所的简易床铺上，辗转难眠，腹部的疼痛一阵阵袭来，我咬紧牙关忍受着。外面传来守夜人的脚步声，偶尔夹杂着低声交谈。突然，仓库方向传来一声惊叫，我猛地坐起，抓起外套冲了出去。仓库外已经聚集了几个人，林姨脸色苍白地指着一面墙，那里有动静。
陈峰带着2个队员举着武器靠近仓库的墙壁，由木板和铁皮拼接而成。此时，其中一块木板正从外面被轻轻敲击，发出有规律的扣扣声。谁在外面？陈峰喝道。敲击声停了，几秒钟后，一个微弱的声音透过缝隙传来：“别开枪，我们是幸存者。”所有人都愣住了。陈峰示意大家退后，自己小心地撬开那块松动的木板。月光下，3张脏兮兮的脸出现在洞口外，一个女人和2个孩子，看起来像是一家人。女人大约30岁，紧紧搂着2个10岁左右的男孩，3人都衣衫褴褛，身上有明显的伤痕。求求你们给点吃的。女人哀求道，声音嘶哑。你们从哪儿来的？我没有放松警惕，海寇有时会利用妇孺作为诱饵。东边的珊瑚礁。女人喘着气，我们的船被海寇劫了，我丈夫，他们杀了我丈夫，我们躲在礁石洞里3天了，看到这边有火光。陈峰看向我，我仔细观察这3个人，女人的手臂上有深深勒痕，孩子们的眼神充满真实的恐惧，不像是伪装。让他们进来，我最终决定，但先隔离检查，确认没有武器。女人千恩万谢地爬了进来，2个孩子紧随其后。他们一进来就瘫坐在地上，显然已经筋疲力尽。林姨拿来水和食物，3人狼吞虎咽地吃着，显然饿极了。你们船上有多少人？我蹲下身，尽量让语气温和些。12个，现在只剩我们3个了。海寇5天前袭击了我们的渔船，男人们都被杀了，女人……他哽咽地说不下去。他们带走了玲玲姐姐，她才14岁。我的心沉了下去，这不是第一批遭遇海寇的渔民，也不会是最后一批。你们暂时留在这里，我说，但需要遵守我们的规矩。与礁岛刚经历一场袭击，我们不能再承受任何风险。我们什么都愿意做，只要有个安全的地方。安置好这家人后，陈峰低声问我：“嫂子，你相信他们？”基本相信。我揉着太阳穴，但还是要保持警惕。从明天起，加强海岸线的巡逻，特别是晚上。你觉得海寇还会来？他们尝到了甜头，我望向漆黑的海面，而且他们知道这个岛上的防御力量被削弱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又有2批幸存者来到雨礁岛，一队是从海寇船上逃出来的俘虏，共5人；另一队是附近小岛被毁后逃难的渔民，8人。雨礁岛的人口增加到了近100人，但资源压力也急剧增大，食物储备只够维持4天了，药品更是匮乏。2个重伤员已经出现感染迹象，必须去皮岛求援。我在临时会议上说，明天一早出发。我去。陈峰立刻道，不，我去。我摇头。皮岛的岛主我认识，以前打过交道，而且……我顿了顿，我需要亲自去确认一些事情。你的身体？路遥担忧地看着我，撑得住。我简短地说，其实伤口还在隐隐作痛，但有些责任无法推卸。清晨，我带着陈峰和另外2名队员，驾驶修复好的摩托艇朝皮岛出发。海面平静，天空湛蓝，与雨礁岛的惨状形成鲜明对比。皮岛比雨礁岛大得多，有近1000居民，防御工事也更完善。我们的摩托艇刚靠近码头，就被巡逻船拦下。雨礁岛的一个满脸络腮胡的男人站在船头，警惕地看着我们。听说你们那边出事了，海寇袭击，损失惨重。我直接说明来意。我们需要食物、药品和建筑材料。男人打量着我们，特别是看到我苍白的脸色和明显虚弱的状态，表情稍微缓和。跟我来吧，岛主在议事厅。皮岛的议事厅是一栋坚固的石质建筑，岛主赵海是个50多岁的中年人，身材魁梧，脸上有一道从眉骨到下巴的伤疤，据说是年轻时与海寇搏斗留下的。林月，赵海看到我，有些惊讶。陆征呢？死了。我平静地说，被海寇杀了。我没有说出全部真相，有些耻辱。还是埋在自己岛上比较好。赵海沉默片刻，示意我们坐下。详细说说。我描述了海寇袭击的过程，略去了陆征带人离开的细节，只说防守力量不足被攻破。赵海听着，眉头越皱越紧。最近海寇活动确实频繁。他敲着桌面。上周北边的明月岛也遭袭了，死了20多人。赵岛主，海寇为什么突然这么猖獗？以前他们虽然也劫掠，但从不敢正面攻击有防御的岛屿。赵海站起身，走到墙上的海图前。我收到一些消息，说黑蛟回来了。黑蛟，我心头一震，那是东海一带最凶残的海寇头目，5年前被几岛联合围剿，据说已经死了。只是传闻。赵海转过身，但如果真是他，那麻烦就大了。黑蛟和普通海寇不一样，他不只想抢东西，他要的是地盘和控制权。议事厅陷入沉默。如果黑蛟真的卷土重来，那么所有岛屿都将面临灭顶之灾。赵岛主，雨礁岛现在急需援助。我把话题拉回眼前，我们愿意用以后的渔获或劳力偿还。赵海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陈峰。援助可以给，但我有个条件。您说。皮岛和雨礁岛结成同盟。赵海直视我的眼睛。一方受袭，另一方必须支援。而且情报共享，共同防御。这个条件实际上对雨礁岛更有利，毕竟我们现在是最脆弱的一方。但我还是谨慎地问：您为什么选择我们？雨礁岛现在……因为我相信你。赵海打断我：5年前围剿黑蛟时，我见过你父亲，他是条硬汉，为了掩护我们撤退，一个人守住了隘口。
我愣住了，父亲死于海寇之手，这是我知道的，但我从未听说过具体细节。你父亲临死前托付我，如果将来他的家人有难，让我能帮则帮。赵海的声音低沉下来。可惜当年雨娇岛有陆征掌管，你父亲又叮嘱不要干涉你的生活，所以我一直没出面。我的眼眶发热，父亲那个沉默寡言、总是早出晚归打鱼的男人，原来还有这样的故事。我听到自己说，我接受同盟，雨娇岛会遵守承诺。赵海点点头，露出今天第一个笑容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物资我会让人准备，另外我派一队人跟你们回去，帮忙重建防御工事。这太感谢了。别急着谢。赵海的表情又严肃起来。我的人发现了一些东西，你最好看看。他带着我们来到码头旁的一个仓库，仓库里堆放着各种缴获的海寇物品、武器、赃物，还有一些文件。赵海翻出一本湿漉漉的日志，递给我。这是从一艘被击沉的海寇船上找到的。我翻开日志，大部分页面已经被海水泡烂，但有几页还能辨认，上面的记录让我血液几乎凝固。3日，雨娇岛内应传讯，守卫空虚，可攻。5日，按计划行动，注意留活口，特别是女人和孩子。黑胶大人要扩充货品。7日，内应要求加倍报酬，否则曝光计划已同意，事成后处理掉。陈峰也看到了这些文字，脸色煞白。内应，我们岛上有内应。看来如此，赵海沉声道。而且这个内应现在还活着，很可能就在你们的幸存者中。返回雨娇岛的航程异常沉默，同行的除了皮岛的援助队伍，还有那份沉重的秘密。摩托艇的引擎声在耳边轰鸣，我却仿佛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。内应是谁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海寇许诺了什么，让这个人不惜出卖全岛人的性命？陈峰坐在我旁边，拳头紧握，指节发白。如果让我知道是谁……他没有说完，但眼中的杀意说明了一切。不要打草惊蛇。我低声说，如果是我们熟悉的人，轻举妄动只会让更多人陷入危险。你觉得可能是谁？陈峰问。我摇摇头，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，看谁都可疑。那些新来的幸存者，还是原本的岛民？陆征已经死了，难道还有第二个叛徒？回到雨娇岛时已是黄昏，皮岛的援助队伍带来了急需的物资、食物、药品、建筑材料，甚至还有几把崭新的步枪和弹药。岛民们欢呼着迎接，连日来的阴霾似乎被驱散了一些，但我无法分享这份喜悦。我悄悄召集了路遥、陈峰和几位绝对可靠的老队员，在修复好的瞭望塔顶层开会。情况就是这样。我展示了海寇日志的抄本。我们中间有叛徒，而且这个叛徒还活着。众人震惊不已。老吴，那个木匠，猛地拍桌子：“狗娘养的，让我知道是谁，我亲手剥了他的皮。”冷静。我按住他。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是证据，不能冤枉好人。路遥思索着，日志说内应传讯，守卫空虚，这说明叛徒知道陆征会带走所有男人，那么这个人一定提前知道了生日计划。陈峰回忆道，知道计划的人不多，陆征、温情，我还有几个核心队员。温情已经死了。我说，陆征也死了，剩下的知情者中谁有可能？大家面面相觑。那几个核心队员都是多年老岛民，家眷也都在岛上，理论上没有背叛的理由。除非叛徒的家人不在岛上，或者根本不在乎家人。新来的幸存者中有没有人行为可疑？那对母子看起来挺正常的，就是吓坏了。从海寇船逃出来的5个人倒是有点奇怪，他们几乎不和其他人交流，总是一起行动。但要小心，不要被发现。嫂子，你的脸色还是很差，真的不多休息几天？等揪出叛徒，我就能安心休息了。有时候我在想，如果我们早点发现温情的真面目，如果我哥没有鬼迷心窍，是不是这一切都不会发生？但后悔改变不了过去，我们只能向前看。你说的对，我会帮忙监视那些新来的，一定把叛徒揪出来。接下来的3天，雨娇岛的重建工作进展迅速，有了皮岛的援助，围墙加高加固，瞭望塔完全修复，还新建了2个防御哨点。孩子们被安置在相对安全的中心区域，由林姨和几位女性专门照看。表面上一切都在好转，但暗中的监视也在进行。陈峰和几个可靠队员轮班观察新来者的动向，特别是那5个从海寇船逃出来的人。第3天晚上，陈峰急匆匆找到我，有发现。我们悄悄来到仓库后的隐蔽处，陈峰指着远处，看那边。月光下，2个人影在废弃的渔船旁低声交谈，其中一个正是从海寇船逃出来的幸存者之一，叫阿旺，另一个却让我心头一紧，是周叔。岛上的老渔民，在岛民中颇有声望。周叔，我不敢相信他为什么要……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，但看起来很熟悉，不像是刚认识。陈峰低声道：“我们屏住呼吸观察。”2人交谈了几分钟，阿旺递给周叔一个小包裹，周叔迅速塞进怀里，四处张望后匆匆离开，跟上周叔。我做出决定，小心别被发现。陈峰点头，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。我留在原地，心跳如鼓。周叔，那个总是笑呵呵给大家分鱼、教孩子们钓鱼的老人，他会是叛徒？半小时后，
陈峰回来了，表情复杂。周叔回了自己住处，没再出来。但我看到了那个包裹里的东西，是什么？海寇用的信号弹，还有一袋银币。陈峰的声音压抑着愤怒。这个老杂种，真相大白，却比想象中更让人心寒。一个受尊敬的长者，为了银币出卖全岛人。先不要声张，我强迫自己冷静。我们需要知道他到底传递了什么信息，还有没有其他同伙？直接抓起来审问不行吗？如果他有同伙，打草惊蛇就糟了。我思索着，明天我们设个局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召集主要人员开会，包括周叔在内。皮岛那边传来消息，我故意提高声音，3天后会有大批援助物资运到，包括重型武器和医疗设备。赵岛主说，有了这些，就算黑胶亲自来也不怕。我注意到周叔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，但很快恢复正常。太好了，老吴兴奋地说，有了重型武器，看哪个海寇还敢来。但消息必须保密，我环视众人，在物资运到之前，不能让任何外人知道，特别是海寇，如果得到风声，可能会提前行动。众人纷纷点头，周叔也附和道。林月说的对，一定要保密。散会后，我让陈峰加强对周叔的监视。果然，中午时分，周叔借口检查渔网，独自来到海岸边一个隐蔽的礁石后，他警惕地环顾四周，然后从怀里掏出什么东西，朝海面挥了挥。他在发信号。躲在远处的陈峰用望远镜观察，用镜子反射阳光，是海寇惯用的联络方式，记下方向和频率。我低声道：“晚上我们收网。”夜幕降临后，与礁岛表面平静，暗地里却布下了天罗地网。周叔像往常一样，晚饭后在自己住处休息，但他不知道外面至少有6双眼睛在盯着他。深夜，一道黑影悄悄溜出房门，朝海岸边摸去，正是周叔。陈峰和我带人悄悄跟上，月光下，我们看到周叔来到白天发信号的地方，点燃了一支特制的香，那是海寇用的信号香，燃烧时会发出特殊气味，顺风能飘出很远。差不多了，我对陈峰点头。我们现身，手电筒的光束突然照亮周叔惊慌的脸。周叔，这么晚了，在干什么呢？我平静地问。周叔手一抖，香掉在地上，他强装镇定。我睡不着，出来走走。带着海寇的信号箱散步。陈峰冷笑，周叔的脸色瞬间惨白，他知道事情败露，突然转身想跑，但立刻被围上来的队员按住。为什么？周叔，我走到他面前，声音颤抖。岛上的人对你不好吗？大家那么尊敬你。周叔挣扎着，眼中闪过一丝疯狂。尊敬，尊敬，能当饭吃吗？我儿子在大陆欠了赌债，要500银币。500，我一辈子打鱼都攒不够，所以你就出卖大家。陈峰怒吼：“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的情报死了多少人？那些孩子，那些女人。”我不想的。周叔哭喊起来：“他们答应我只抢东西不杀人，他们骗了我。”我闭上眼睛，感到一阵眩晕。为了钱，为了儿子的赌债，就能出卖朝夕相处的邻居、朋友，甚至看着他们去死。还有谁？我睁开眼，盯着他。岛上还有你的同伙吗？周叔摇头：“没有了，就我一个。”阿旺呢？陈峰厉声问。昨天你们在渔船边密谈，他给你信号弹和银币，以为我们没看见。周叔的谎言被戳穿，整个人瘫软下来。阿旺是海寇派来监督我的，他负责传递消息。他们在哪里接头？下次联络是什么时候？我追问。明天晚上，在东北方向的小礁岛。周叔声音越来越小。他们会派船来接应，带走下一批货品。货品？我心头一寒。什么货品？周叔不敢看我的眼睛。女人和孩子，黑胶要扩充人口。健康的女人和孩子能卖高价。怒火在我胸中燃烧，我几乎想立刻杀了这个叛徒，但理智告诉我，他还有用。把他关起来，严加看管。我下令。明天我们去小礁岛。小礁岛是与礁岛东北方向的一个无人小岛，面积不大，布满礁石，只有一个小沙滩适合船只停靠。这里是海寇交易的理想地点，隐蔽且容易防守。第二天黄昏，我们悄悄出发，队伍由我、陈峰和5名最可靠的队员组成。所有人都配备了武器，周叔被捆绑着带在船上，作为诱饵。记住计划。在靠近小礁岛时，我最后一次叮嘱：我们埋伏在礁石后，陈峰带周叔去沙滩，一旦海寇现身，听我信号行动。众人点头。摩托艇关闭引擎，依靠划桨悄无声息地靠近小礁岛。我们在被封处的礁石后登陆，留下2人看守船只和退路，其余人跟着我和陈峰潜入预定位置。沙滩上月光如水，陈峰推着周叔走到沙滩中央，点燃一支火把作为信号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海面上毫无动静。我开始担心，是不是周叔骗了我们，还是海寇察觉到了异常？就在我几乎要放弃时，远处的海面出现了一点灯光，灯光逐渐靠近，是一艘中等大小的渔船，船身没有任何标识，但船头的几个身影手持武器，明显不是普通渔民。船在距离沙滩30米处停下，放下一条小艇，3个人划着小艇靠岸，为首的是个独眼壮汉，腰间别着2把弯刀。周老头，货呢？独眼汉粗声问道。周叔颤抖着，按照我们教他的话回答：在岛的另一边，女人和孩子太多，带不过来。不是说好带到沙滩吗？最近岛上查得严，
林月那女人精得很。周叔的声音在发抖，独眼汉盯着他看了几秒，突然笑了。周老头，你在撒谎。他一挥手，小艇上的另外2人立刻举枪对准陈峰和周叔。与此同时，渔船上又跳下几个人，朝沙滩包围过来。动手！我发出信号，埋伏在礁石后的队员同时开火，枪声打破了夜晚的寂静。独眼汉反应极快，一把拉过周叔挡在身前，同时朝陈峰开枪。陈峰翻滚躲避，子弹擦过他的肩膀，带起一蓬血花。我举枪瞄准，但周叔挡住了独眼汉大部分身体。撤，有埋伏！独眼汉大喊，拖着周叔朝小艇退去。我们的火力压制住了其他海寇。周叔突然挣扎起来，救救我！我不想死！独眼汉狞笑，没用的老东西，一刀刺入周叔胸口，将他踹入海中。周叔，陈峰冲过去，但已经晚了。周叔在海水中抽搐几下，沉了下去。独眼汉跳上小艇，渔船开始射击掩护，子弹打在礁石上，火花四溅，不能让他跑了。我瞄准渔船的引擎部位，连开3枪。独眼汉的同伙一个个中弹落水，最后只剩下他一人。他意识到逃不掉了，突然调转船头，朝我们的方向冲来，同时从怀里掏出什么东西。手榴弹！陈峰大喊。我猛地扑向最近的礁石后，爆炸声几乎同时响起，震耳欲聋，碎石和沙土如雨点般落下。我感觉到有什么温热的东西溅到脸上，硝烟散去，我看到小艇已经变成碎片，独眼汉的尸体漂浮在附近海面，残缺不全。陈峰从掩体后站起来，额头在流血，但看起来没有大碍。其他队员也陆续现身，2人轻伤，无人死亡。检查渔船，我命令道。渔船已经半沉，但还能上去。我们在船舱里发现了惊人的东西，除了武器弹药，还有10几套镣铐，以及一本详细的账本，记录着多次交易的信息。我翻看账本，越看心越沉。这艘船属于一个庞大的海寇网络，黑胶确实是头目，但他们不止抢劫，还从事人口贩卖、走私，甚至与大陆的某些势力有联系。看这个，陈峰递给我一张海图。与礁岛的信息最为详细，显然得益于周叔的长期出卖，但其他岛屿也有类似标记，说明叛徒不止一个，必须通知所有岛屿。我收起账本和海图，黑胶的威胁比我们想象的更大。回程的路上，气氛沉重。我们虽然消灭了一股海寇，抓获了重要情报，但周叔的背叛和海寇网络的庞大，让每个人都感到深深的无力感。陈峰处理着肩上的伤口，突然说：“嫂子，你说我们能赢吗？黑胶有船，有人，有武器，还有内应，我们有什么？”我望着渐渐亮起的天边，那里朝阳正突破海平面，将第一缕金光洒向大海。我们有家，我轻声说，有必须守护的人。海寇只是为了利益，而我们是为了生存，这不一样。陈峰沉默片刻，点点头。你说的对。回到雨礁岛，我们将情况通报给所有岛民。周叔的背叛引起了公愤，但也让所有人更加团结，没有人再对防御工作松懈。每个人都明白，危机远未结束。皮岛的赵海收到消息后，决定召集附近所有岛屿的领导者，召开一次联合会议。是时候团结起来了。他在通讯中说，黑礁的目标是整个群岛，没有哪个岛能独善其身。会议定在3天后在皮岛举行，我将代表雨礁岛参加。临行前一晚，我来到孩子们的住处，小梅已经睡着了，怀里抱着一个破旧的布娃娃。小雨在门口守夜，看到我轻声说，他今天问爸爸妈妈是不是变成星星了。我摸摸小梅的头发，你怎么回答的？我说是的，他们变成最亮的星星，每天晚上看着我们。小雨的眼睛在月光下闪着泪光。嫂子，我们真的能保护这些孩子吗？必须能，我坚定地说，否则我们为什么要战斗？离开孩子们住处，我独自走到海边，海浪轻拍沙滩，发出永恒的节奏。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腹部，对不起，妈妈没能保护你。我对着大海轻声说，但妈妈会保护其他人。我转身看向雨礁岛的点点灯火，那里有幸存的生命，有重建的家园，有必须守护的未来。朝阳正在升起，新的一天即将开始，但这一次我们不再孤单。